如果你现在还在盯着 Intel 和 AMD 的股票，等着 AI 行情带他们起飞，那你大概率会错过这一轮 CPU 涨价革命里真正能赚大钱的机会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不会给你推荐那些已经被炒上天、散户扎堆的热门股，我会带你用顶级机构的底层商业逻辑，看懂 AI 加 CPU 涨价背后真正的受益链条，告诉你为什么 Intel 和 AMD 现在不是好的投资选择，然后给你3只护城河深厚、市场还没有完全吃透、估值相对安全的深水股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告诉你每只股票的买入逻辑、风险点，以及一个攻守兼备的投资组合和具体的仓位建议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不仅能得到3个具体的投资标的，更能学会一套在 AI 浪潮里筛选真正好公司的方法，避免追高被套的常见错误。说到这里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现在 AI 板块已经泡沫太大，还是行情才刚刚开始？请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。后面如果有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，我会专门再做一期视频解答。如果你也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想明白，先点个赞收藏一下，不然后面讲到关键地方你可能就找不到了。格雷厄姆曾经说过，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，这句话在现在的 AI 板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Intel 和 AMD 当然是好公司，他们是 CPU 行业的绝对巨头，未来也一定会受益于 AI 带来的 CPU 需求爆发。但问题是，他们的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这种预期。你去看看他们的估值 ，AMD 现在的前瞻市盈率超过40倍 ，Intel 虽然看起来便宜一点，但那是因为它的业绩还没有恢复，等它的业绩真的恢复了，股价早就涨上去了。现在买入这2家公司，你相当于在为未来2-3年的业绩买单。如果中间有任何风吹草动，比如业绩不及预期，或者市场情绪转向，你很可能会被套在山顶上。但你猜最讽刺的是什么？所有人都知道 AI 会带动 CPU 需求，所有人都去买 Intel 和 AMD， 结果就是这2家公司的股价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2-3年的业绩，而那些真正在产业链上游躺着赚钱、护城河更深的公司反而被很多人忽略了。所以在给你推荐任何股票之前，我先跟你说清楚我筛选这轮 AI 加 CPU 涨价受益股的3个核心标准。这3个标准非常苛刻，能同时满足的公司整个半导体行业不超过5家。第一个标准是线性受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卖一颗芯片赚一份钱，业绩增长和需求增长是直接挂钩的，没有任何水分。很多公司说自己受益于 AI， 但其实只是蹭概念，订单能不能落地，什么时候落地都是未知数，这种公司我绝对不会碰。第二个标准是有不可复制的护城河，也就是说，就算这波 AI 行情过去了，它的产品价格也不会跌回原点，它的市场地位也不会被轻易撼动。很多周期股涨的时候涨得凶，跌的时候跌得更凶，就是因为没有护城河。第3个标准是有估值保护，就算我判断错了，买进去之后股价下跌，也不会被腰斩，最多跌个20%-30%，而且很快就能涨回来。投资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赚多少钱，而是不要亏钱。这3个标准少一个我都不会推荐。你现在可以在脑子里过一遍，你手里的 AI 股票有几个能同时满足这3个标准。我按照这3个标准把整个 AI 半导体产业链从上到下筛了一遍，最后选出了3只股票，它们分别是 ARM、台积电和美光。接下来我会一只一只给你拆解，告诉你他们的投资逻辑在哪里，风险在哪里，以及你应该怎么买。先来说第一只 ARM， 很多人对 ARM 的印象还停留在手机芯片上，觉得它就是给苹果、高通做架构授权的，和 AI 没什么关系。但你不知道的是 ARM 现在已经成了 AI 数据中心里的隐形地主，它的商业模式是整个半导体行业里最好的，没有之一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 ARM 就像是 AI 时代的高速公路收费站，全世界只要有人用 ARM 架构做芯片，不管是手机芯片、电脑芯片还是 AI 芯片，每卖出一颗都要给 ARM 交一笔版税。它不需要建工厂，不需要买设备，不需要承担库存风险，也不需要担心原材料涨价，纯的躺赚模式。这也是巴菲特最喜欢的商业模式。你想想，开工厂的要投入几百亿建厂房、买设备，还要雇几万工人，每天一睁眼就是几千万的成本。万一市场需求不好，库存积压，马上就会亏损。而 ARM 呢，它只需要几百个工程师把架构设计好，然后就等着收钱就行了。卖的越多，收的越多，边际成本几乎为零，数据不会骗人。ARM 的数据中心板块收入已经连续2年翻倍了。亚马逊、谷歌、微软这些云巨头现在都在全面转向 ARM 架构的服务器芯片。亚马逊自己做的 Graviton 芯片用的就是 ARM 架构，
性能比传统的 X86 芯片高20%，成本还低40%。现在亚马逊已经把1半以上的服务器都换成了 Graviton 芯片，谷歌和微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。他们都在自研基于 ARM 架构的服务器芯片，用来降低自己的数据中心成本。就连英伟达，它最新的 AI 芯片里也用了 ARM 的架构。你想想，未来10年 AI 数据中心的规模会增长多少倍， ARM 的版税收入就会增长多少倍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它没有竞争对手。至少在未来10年内，我看不到任何一家公司能在通用 CPU 架构上挑战 ARM 的地位。X86 架构已经几十年了，生态已经固化，很难再适应 AI 时代的需求。RISC 减 V 虽然现在很火，但它的生态还非常不完善，想要在数据中心领域取代 ARM， 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心动了，想马上打开账户买入，但先别急，我必须告诉你 ARM 最大的风险。它现在的估值非常贵，市销率在30到40倍之间，这个估值水平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里都是顶尖的。很多人看到这个估值就吓跑了，觉得太贵了，肯定会跌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贵有贵的道理。对于这种拥有绝对垄断地位、未来10年业绩确定性极高的公司，市场从来不会给便宜的估值。你现在嫌它贵，等它再涨1倍，你会觉得更贵。买 ARM， 你买的不是现在的业绩，而是它未来10年无可替代的行业地位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真正伟大的公司从来都不会给你便宜买入的机会？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，哪一个在过去10年里给过你腰斩之后再买入的机会？没有，他们的股价一直都是慢慢涨，偶尔回调个20-30%，然后继续创新高。ARM 也是一样，当然我不是让你现在满仓买入 ARM， 它的估值确实很高，波动也会很大。如果你能接受30%左右的回撤，并且愿意持有5年以上，那 ARM 绝对是你投资组合里必不可少的一只股票。接下来要说的第2只股票是台积电。很多人觉得台积电就是个代工厂，是给苹果、英伟达打工的，赚的是辛苦钱。但你看看它的毛利率高达66.2%，哪个代工厂能有这么高的毛利率？这根本不是制造业，这是垄断行业。台积电现在就是 AI 时代的水电局，什么意思？水电是生活必需品，你离不开它。而且水电公司都是垄断经营的，他说涨价你就得接受。台积电现在在先进制程领域就是这样的地位，所有的科技巨头，不管你是苹果、英伟达还是 AMD， 只要你想做最先进的芯片，就必须找台积电，没有第2个选择。台积电在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市占率超过90%，也就是说，全世界几乎所有的高端芯片都是台积电生产的。现在英伟达的 H100、H200 芯片产能全部掌握在台积电手里，那些科技巨头为了能拿到产能，都在排队给台积电送钱，甚至提前预付定金。去年英伟达为了拿到更多的3纳米产能，直接给台积电预付了几十亿美金的定金。苹果更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，每年贡献超过20%的收入，这种定价权在整个科技行业里都是独一份的。台积电的护城河有多深？这么说吧，就算现在给你几百亿美金，给你5年时间，给你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，你也造不出一个能和台积电竞争的代工厂。先进制程的研发和制造是一个需要几百亿美金投入、10几年技术积累、上千名顶级工程师共同协作的系统工程。这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。英特尔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，技术实力不可谓不强，资金不可谓不雄厚，但它在10纳米制程上卡了整整5年，现在7纳米制程才刚刚量产，已经被台积电远远甩在了后面。三星虽然也在做先进制程，但它的良率和台积电差得很远，而且它的产能大部分都留给自己用了。所以说台积电的垄断地位在未来10年内都不会被打破，它就像是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，所有的科技公司都要在它的基础上发展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在整个 AI 产业链里，台积电的估值反而是最便宜的，它的前瞻市盈率只有23倍。对比一下英伟达的50多倍、AMD 的40多倍、ARM 的30多倍，台积电的估值明显被低估了。很多人不买台积电是担心地缘政治风险，这个风险确实存在，也是压制台积电估值的最大因素。但反过来想，如果未来市场对地缘政治的担忧有所缓解，台积电的估值至少有30%以上的上涨空间。而且就算地缘政治风险一直存在，台积电的垄断地位也不会改变，它的业绩增长也不会停止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是英伟达的 CEO， 你会把最先进的芯片生产交给除了台积电之外的任何一家公司吗？你不会，因为你输不起。
如果你的芯片生产出了问题，你就会被竞争对手超越，失去整个市场。所以不管地缘政治风险有多大，科技巨头们还是会继续把订单交给台积电。我个人是非常看好台积电的长期发展的，它不仅是 AI 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之一，也是整个科技行业里最稳健的公司之一。如果你想要一只风险低、收益稳定的 AI 股票，台积电绝对是你的首选。接下来要说的第3只股票，也是我自己已经重仓买入的一只，美光。我当时在最低点买入美光的时候，身边很多朋友都不理解，觉得我疯了。那时候内存行业正处于周期底部，美光的股价跌了70%多，所有人都在说内存行业不行了，美光要破产了。但我看到的是 AI 的爆发即将彻底改变内存行业的逻辑。很多人对美光的认知还停留在周期股上，觉得内存芯片就是涨3年跌3年，没有长期投资价值。但这一次不一样， AI 的爆发让内存芯片从一个周期性产品变成了一个成长性产品。市场上大部分人都只看到了 HBM 的需求爆发，觉得美光只是受益于 HBM， 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点，那就是普通 DRAM 的需求也会因为 AI 而线性增长。AI 服务器对内存的需求是传统服务器的好几倍。一台传统的服务器可能只需要几十 GB 的内存，但一台 AI 服务器需要几百 GB 甚至几 TB 的内存。而且随着 AI 模型越来越大，对内存的需求只会越来越高。OpenAI 的 GPT-4 模型参数已经超过了1万亿。训练这样一个模型需要成千上万台 AI 服务器，每台服务器都需要大量的内存。未来 AGI 时代对内存的需求更是无法想象。所以美光这一次是 HBM 和 DRAM 双重受益，这是典型的周期与成长的戴维斯双击。以前的内存周期只是需求的周期性波动，而这一次是需求的永久性增长。这里我要纠正一个市场上非常流行的错误观点，很多人说 KV Cache 优化技术会减少 AI 对内存的需求，所以美光的业绩会受到影响。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其实完全是错的。KV Cache 优化确实能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，让同一个模型能够用更少的内存运行，但它同时也会让更大的模型能够运行在现有的硬件上，这反而会刺激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使用 AI， 最终导致对内存的总需求大幅增加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就像是高速公路拓宽了，本来只能同时跑100辆车，现在能同时跑1000辆车，你觉得车的数量会减少吗？不会，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开车上高速，最后高速公路还是会堵车。KV Cache 优化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它不是减少了内存需求，而是让内存需求的增长变得更加可持续。这个逻辑，市场上90%的人都没有想明白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敢在最低点重仓买入美光的原因。美光现在在 HBM 领域的技术实力也非常强，它已经推出了 HBM3E 产品，良率已经超过了90%，性能和三星、海力士不相上下。而且美光已经拿到了英伟达的 HBM 订单，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是非常确定的。很多人现在问我，美光已经涨了这么多了，还能不能买？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操作建议，如果你已经建仓了，不要清仓，可以把超过你目标仓位的部分慢慢减仓，剩下的底仓拿着，享受后面的成长行情。这一轮内存周期的高点还远远没有到来。如果你还没有建仓，现在的价格确实偏贵，但还不算离谱，你可以分批进场，每次下跌就买一点，切忌满仓。内存行业毕竟还是有周期性的，虽然这一次的周期会比以前更长，但还是会有波动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建议你现在清仓美光吗？因为这一轮内存涨价才刚刚开始，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，内存价格已经涨了1倍多，但距离上一轮周期的高点还有很大的空间。而且这一次的需求支撑比上一次强得多，所以价格上涨的幅度和持续时间都会超过上一轮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选的是这3只股票而不是其他的？因为这3只股票刚好组成了一个攻守兼备的立体防御体系。不管市场怎么变化，这个组合都能让你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获得不错的收益。ARM 负责长期复利，是你的基础盘，它的估值最高，但确定性也最强。未来10年的增长是看得见的，它就像是你投资组合里的压舱石，不管市场怎么波动，它的长期趋势都是向上的。我建议给它30%的仓位。台积电负责稳健，也是你的基础盘，它的估值最低，护城河最深，业绩增长最稳定。它就像是你投资组合里的安全垫，就算其他股票跌了，它也能帮你扛住风险。我建议给它40%的仓位，美光负责进攻，是你的弹性盘。
它的估值相对合理，业绩弹性最大，能给你带来超额收益。它就像是你投资组合里的发动机，能让你的收益更上一层楼。我建议给它30%的仓位，这个组合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如果 AI 行情继续上涨，美光和 ARM 会给你带来很高的收益。如果市场出现回调，台积电会帮你稳住阵脚。而且这3只股票的相关性很低，不会出现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情况。彼得·菲林奇曾经说过，不管你多么看好一只股票，都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，仓位管理比选股更重要。很多人在 AI 行情里赚不到钱，不是因为选的股票不好，而是因为仓位太重，一遇到回调就被洗出去了，或者追高被套，最后割肉离场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他们看好一只股票，就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，甚至加杠杆，结果股票一跌，他们就慌了，赶紧割肉，等股票涨回去了，他们又后悔不已。投资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100米冲刺，不要想着一夜暴富，要想着慢慢变富。只要你能保持每年20%的收益率，10年之后你的资产就能翻6倍，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看好一只股票，不敢买，看着它一直涨，最后忍不住满仓追进去，结果马上就被套了，这就是人性。每个人都想赚快钱，但最后往往都是亏得最多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性，控制好自己的仓位，不要被市场的情绪左右，也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就买什么，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，要有自己的投资体系。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当一场革命性的机会来临时，你是会不顾一切冲进去，还是会一直等回调，结果错过整个行情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，投资风格也不一样。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诞生一批伟大的公司，也会让一批抓住机会的人实现财富自由。AI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的最大的技术革命，它的影响力会超过互联网，超过移动互联网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机会，可能就再也没有下一次了。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朋友，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。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少踩一个坑，或者少被一个表面说法带跑，订阅一下。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这种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水很深的话题。最后必须跟大家说清楚，今天视频里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任何投资决策都应该基于你自己的独立判断，或者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。